当你站在星耀张仪高达40米的室内瀑布前，分布在航站楼地下的服务器集群正在处理每秒数千万次的算法推演。这座室内瀑布的水流循环系统本身就连接着200多个物联网传感器，它们会根据当天的日照率、室内温湿度以及人流密度，自动调节水泵的输出功率。大多数旅客认为，张仪机场连续13次获得全球最佳排名，依靠的是优质的地毯、室内花园和免税店的服务。今天我们要拆解这些视觉设计，看清具体的运行机制。张仪机场本质上是一个依靠庞大算力运行的交通枢纽，它每天需要处理超过1200架次的航班起降，以及近20万名旅客的动线调度。每一个航班的停靠位置都需要经过几十次变量计算。就在近期，张仪机场获得了全球首个 ISO/IEC 42001人工智能管理体系认证，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风险控制和透明度的国际标准。同时，他们全面推行了基于面部与虹膜生物识别的无护照通关系统，这让旅客的出境查验时间大幅减少。新加坡面临土地和人力资源受限的客观条件，全国可供开发的物理空间已经接近饱和，他们依靠 AI 算法和数字基建来应对这些资源限制。今天我们用具体的数据和机制，分析新加坡的科技应用如何影响全球出行。要理解张仪机场的科技布局，先要看新加坡的空间限制。新加坡全国土地面积只有约734平方公里，经过几十年的填海造陆，可供扩张的前海区域已经所剩无几，继续填海的工程成本将呈现指数级上升。张仪机场及相关航空设施占据了全国近1/5的平整土地，多哈的哈马德国际机场投入数十亿美元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地来扩建。韩国仁川机场依托广阔的周边土地不断增加新的跑道和航站楼。张仪机场遇到的是空间触顶以及高昂的人力成本，航空及相关产业对新加坡 GDP 的贡献率超过 10%， 这包含了航空物流、飞机维修、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以及相关的旅游零售业。这是一个不能停止运转的核心产业，物理空间无法无限延伸。新加坡采取的方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运行效率，经济学中常把这称为基建溢价。张仪机场是供飞机起降的场所，也是新加坡国家数字战略的测试场地。每1平方米的运转效率都由算法来调度。行李处理系统的传送带需要在极小的空间内完成每天10几万件行李的分拣。新加坡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65岁以上人口比例正在快速增加。如果不采用自动化设备替代传统人力，这座机场的吞吐量早就达到了上限。科技在这里不是营销手段，而是维持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机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无护照通关，就是这种机制的全面应用。目前，张仪机场的自动化率已经覆盖了从值机到登机的80%以上的流程。张仪机场已经在各航站楼推行基于面部和虹膜识别的自动化通关。官方数据显示，这项技术将旅客的通关时间缩短了约40%。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非常高的数据集成度。在大多数国家的机场、海关、安检、航空公司和机场运营方使用独立的数据库，旅客每经过一个检查点，都需要重新出示登机牌并验证物理身份。在新加坡，移民局的后台数据库与张仪机场的运营系统实现了深度绑定，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也接入了这个数据网络。旅客购买机票时，数字身份已经在系统中生成。到达机场后，多模态生物识别系统同时捕捉面部特征点和虹膜纹理。单一人脸识别在复杂光线、佩戴口罩或面部有遮挡物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误判。虹膜包含200多个独特的特征点，并且在人的一生中几乎不会改变。它的复杂度和唯一性很高，误识率很低，这能够在海量客流中保证国家边境安全级别的精准度。这种自动化流程直接用算力替代了部分人力。新加坡本地的劳动力成本高昂，年轻人参与常规查验工作的意愿较低。通过自动化，张仪机场将大量安检人员从常规的护照核对工作中抽离出来，安排他们去处理突发事件或提供个性化服务。这优化了旅客体验，也在宏观层面缓解了新加坡人力资源紧缺的矛盾。在技术实现上，系统将护照信息、登机牌和生物特征整合为一个加密的单一代币。这个代币在整个机场的局域网内随着旅客的移动而流转。闸机上的摄像头不需要每次都在国家数据库中检索，它直接与旅客当天的航班代币进行比对，这样就把延迟压缩到了毫秒级。后端的底层数据打通，构成了真正的技术优势。从进入航站楼到坐上飞机，旅客不需要出示任何实体证件，行李托运也通过扫描面部直接关联到对应的航班号。
整个流程的顺畅度建立在庞大的底层算力之上。樟宜机场最近获得了 ISO IEC 42001认证，这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管理体系的国际标准。在机场这种容错率非常低的极端场景里，管理 AI 系统比单纯使用 AI 系统难度更大。每天数千个航班的起降，几万件行李的分配，突发天气的重新调度，如果完全交给缺乏监管的算法，一旦出现逻辑偏差，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樟宜机场获得这个认证，意味着它的 AI 系统具备了完整的风险评估、决策透明度和可追溯机制。算法的每一次判定都留有数据日志记录。系统在决定将哪架飞机分配到哪个登机口时，不仅计算飞机滑行距离最短，它会同步计算地勤人员的排班负荷、行李传送带的当前拥堵程度，以及该时段航站楼内的冷气能耗。如果 AI 做出了一个反常规的调度，后台必须能查出它是基于什么权重做出的决定。这种透明度是 ISO 42001认证的核心要求之一，系统必须证明其决策过程是可控的。发生极端天气导致大面积航班延误时， AI 需要优先保障中转时间最紧迫的旅客的动线。为了兑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樟宜机场在虚拟世界里1:1重建了一个数字航站楼，这就是数字孪生技术。通过遍布物理空间的数万个温度、湿度、光照和红外传感器， AI 可以实时预测人流密度。当系统预测未来半小时某个登机口会有大量中转旅客聚集，它会提前在数字孪生模型中进行热力学推演。系统会计算出维持舒适温度所需的最低制冷量，然后系统精准调低该特定物理区域的空调温度，同时关闭无人区域的照明。数据显示，这种精细化的算法管理每年能为机场节省约 15%到 20% 的能源消耗。传感器还会监测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动态调节新风系统的换气频率。新加坡展示了一种非常冷静的科技观，高效率必须建立在安全和可持续性之上。没有治理框架的 AI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樟宜机场目前正在推进庞大的 T5 东部扩建项目。T5 航站楼在设计之初就作为一个巨大的智能硬件来打造，它的设计年吞吐量高达5000万人次，几乎相当于再造一个樟宜机场。为了支撑这种规模， T5 预留了庞大的地下自动驾驶物流网络空间，以及未来几十年算力升级所需的接口。地下的自动驾驶车辆将负责在不同航站楼之间运送行李和货物，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驾驶，这大幅度降低了停机坪上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樟宜机场是新加坡智慧国计划最前沿的测试环境，在这里运行的所有技术，包括 AI 治理体系、数字孪生以及无感安检流程，最终的目的不仅是服务本地。新加坡的商业逻辑是将这套高度复杂的机场操作系统整合，作为高附加值的服务向全球输出。樟宜机场集团旗下的樟宜机场管理投资公司已经在为全球数十个国家的机场提供规划和运营管理服务。他们参与了多个海外机场的私有化改造和效率提升项目。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到日本的福冈机场，都能看到新加坡管理标准的应用。当别国在出口制造品时，新加坡出口的是管理标准和系统架构。通过拿下 ISO 42001这样的顶级认证，新加坡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获得了参与机会。一个受限于空间和资源的小国，可以通过系统集成能力和前瞻性的治理框架，在科技产业链的高端占据位置。他们向世界证明了软件和管理体系的价值。这就是新加坡科技能够影响全球的深层规律。它输出的是一套经过高强度测试的城市运转算法。这种技术输出模式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超过了单一机场的运营收入。新加坡通过这种方式在全球航空网络中建立了深远的影响力。他们不仅掌握了物理空间上的交通枢纽位置，更掌握了数字空间上的管理标准制定权。最后回顾一下，樟宜机场能够在全球出行榜单中保持领先，依靠的是后台的算法调度、数字孪生以及严格的 AI 治理标准。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资源受限的小国如何通过提高基建溢价，把客观劣势转化为系统性的优势。对于关注科技与商业趋势的观众来说，这种将科技与实际运营痛点深度融合的务实精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经验。他们没有盲目追求新概念，而是将每一项技术都落实到具体的效率提升上。你认为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还有哪些传统基建会被 AI 彻底改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许是城市的公共交通调度系统，也许是地下管网的智能维护。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数据拆解，想了解更多新加坡科技行业的动态与商业机会，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提醒，
我们会持续关注全球科技前沿的实际应用案例。我们下期视频继续用逻辑分析世界，